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班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没想到课题7这么快来到了。今天这个课题是现场调查，是一起暴力绑架多人的刑事案件。本次课题你们是由8人分成2队，写下自己的名字吧。陈仲仪当队长了是吗？对，咱越战越勇。感觉洛星会选怡涵，哇，这组好强。Marco 肯定会跟着洛星选。对的。王文翰，到你了。Oh no！ 文翰，你不能这样，那是你哥们儿。志远他本科学刑侦的，上面那一队有仲宇有可儿。我的目标是不要让对方大胜。大胜的应该在我们这儿。稳住军心。正午第89，Y 当天穿的鞋子很干净，非常的干净。他应该走的不是第一间空调。他说他走的是第一，但这种也不能靠去限制。看起来就很难藏人啊。搜证思路。我再看一遍现场的视频。你相机带了吗，紫薇？带了。好的。紫薇是很靠谱的。你手机充电了吗？充电了吗？充了很多，但没充满。你的这个紧急沉默让人觉得……我把手机先充个电。哎，我得打个咖啡。都是橙花的味道。加油，侦探队长！今天的侦查就靠你了。好的，检察官。今天走这种英伦侦探风。你今天穿得很像检察官，头发也扎起来了。确实很有气质，很有气质，很干练。咱就是非常有气势的一组。我们看一下勘察的工具。组长请。组长的组长请。组长请。组长的组长请。哇哦！哇哦！哇哦！你想要什么颜色的皮卷尺？要量柜子。量一下身高。量身高吗？真的要量身高吗？来量身高吧。所以我不想在这2米。导演穿什么的时候，陈仲仪1.86米。真的假的？你们自己看。这让我对自己非常产生怀疑。下去都踩了6厘米，踩了6厘米。没有。他有1.86米，这是什么卷尺？等会量东西准吗？魔法卷尺。陈可儿1.53米。1.7米。1.79米。嗯。天哪，这个是个什么卷尺？1.8米左右。1.8米女律师。是的。他们怎么还没走啊？你们决定了谁先谁后啊？直接石头剪刀布不是很快吗？啊，可以，那2个组长石头剪刀布吧。那赢的先吧。好。3、2、1，先。那我们先 ，OK。哇！陈仲瑜，哇！不愧是转运过的男人啊。OK。出发，走，少年侦探团。
好搞笑哦，真的。哎，你们回去都印自己的名片，然后给我。对，回头我们换一下。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印陈仲仪3个字呢？就是搁在我们的胸口。那个好运就是2手的了。我们应该在车上再梳理一下我们的讨论。来吧，侦探队长，带领我们再梳理一下。这次侦查就靠你带队了。我们要测试这个 Y 的逃跑路径，肯定是要测的。嗯。然后那个绳子的断口，我们也要就是拍一下细致的照片，对吧？好。哎，这个学刑侦的优势体现出来了。那太厉害，好细啊！我们还有哪些是能可视化的时候做的？就是有助于可视化。逃跑路径是可以录个视频。柜子能不能藏得进去？但是会把可儿的衣服弄脏吧？没事儿，就不用真的进去，示意一下。然后比如说门口的交通情况，我们可以在那里站个5分钟、6分钟。就除非你提前有预计好的人过来接你，其实你不太可能打得到的士之类的。哦，因为我还说他打的的士回去的，他都打上车了，都没有去报案联系，不去救那男的。我们可以现场做一个打车的实验。对。好，我记一下，打车。辛苦了，侦查科老师，带领我们走向辉煌。走吧，走。啊！我们的探险要开始了，少年侦探团的朋友们。哇，这里好多他们留下来的垃圾。哇，这好多虫啊！走吧，周宇，就在对面。哦，从这儿进去的。对。它这个路算是一个很小的路，其实。害怕吗？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发生过凶案？哎呦喂 ！Oh my god！ 这地儿跟女约会啊！我们把手套戴上。这里确实很多车子的声音。哦，你们看，这有很多货车。走吧，我们走吧，进去吧。乌龙茶。咱们是不是要一路路过去？我觉得是，大家的手机都可以录一对，下。要记录一下这个进去的过程。这边是篮球场。哦，这边是篮球场。这儿是操场，后面是雨棚，左边是教室，右边啥也没有。因为这个小学还挺小的。它才3000平方米。我们有人在计时吗？周宇，你计个时吧。我们要1个半小时时间。那现在按现在还有1个小时来算吧，我们最后收个尾啥的。行。哦，这就是他们进的教室。废弃的教室。这就是外说的很难走，你就算走了。这是还是废弃教室？我觉得废弃教室应该参考意义不大。你可以说话，我可以拍下来。往里走，去下面的那个教室。这是教室1。这是有拖痕的呀。哪儿？教室1。你指一下，我刚好拍一下。这个位置是有拖痕，一条一条竖的。这是什么的拖痕？你看后面的这个第16个证据，它像是一堆东西被拖着。你不觉得这个很规律吗？对，不像是人被拖的一个痕迹。
这不像拖人，树枝之类的。对，所以它不是人，这人被拖着的。对，我们追一下这个拖痕，这个拖痕在这儿终止了。哦，是的。好，我们进去吧。好。哇哦！来，这是小心别踩到，注意保护现场。那个位置是有2条拖痕的，看到了吗？但是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生拖拽啊？就是把那个 Y 从 X 旁边拖走的。但是它这个拖拽的痕迹是不平行的，对，不平行的2道，像是拖了人的脚，像不像？啊？等一下，那个嫌疑人说他被打倒在地，拖走。把推倒在地的时候，所以背上会有一些擦伤。背应该是拖拽他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在地上被拖动，所以他其实没有被放在凳子上，对，他是直接这样子拖出去的，顺着一路拖过来，拖到了门口。那这符合他们说的，就是他们先看到电视机，然后余光再看到2歹徒。如果我们俩是 XY 的话，就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看到电视机，然后这时候余光2歹徒过来，打了 Y， 再把他拖走，拖到门口。哦。我们尽量不要踩那边，对。志远感觉很在行，可以。这也是刑侦学，这是新的吗？感觉还挺新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们看，烟头。这里还有一个烟，这里一样的牌子的，这真的是绳子吗？这不是那个捆绑绳子吧？看看，这是应该电线的那个胶皮。那个绳子好像警方带走了。按照实际情况，所有有用的证据都会被警方带走。是不是很符合？所以我们今天来主要是要判断他的行动轨迹，就是一些警方没有办法带走的物证，就是一些行动轨迹啊，以及他们当时的格局。我们先都简单看一遍吧。走吧。天哪，我的脸好像在流水。我也是，我整个脸又都湿透了。换下一个教室行。有一只虫子。别踩到证物了。这教室3啊。对。啊，这就是那个塞他的柜子，绑女孩的地方。喜庆用品，这个看起来落灰很久了。长凳、木柜，这1.68米。天哪，这跑到积水。这鞋不湿是完全不科学的，不可能。衣服也不湿，也不现实。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吗？哦，这个门是可以开的。那真的很奇怪，你看，就是从这儿可以直接从教室1很直接把它拖过来，拖到教室3。他故意绕到教室2，而且外面很多杂物，很多玻璃，真的很奇怪。因为不能让他知道是联通的。那天门应该是闭上的，对，所以他让他产生了一种教室是不通的想法，他至少不能和Y喊话，不能怎么样，他们完全中间是脱开的。有道理。可儿，你站到这儿来一下，你觉得你能钻得进去吗？我觉得可儿绝对钻不进去。可儿可是180哎，1.8米大律师。其实我觉得你要想钻也是可以钻进去的，但是这也不像是有人钻。你看这都有蜘蛛网，漂亮。对，蜘蛛网。关在木柜里面，在里面用身体撞击木柜。而且这个木门上面都是灰尘。不要破坏蜘蛛网，注意。
里面有。你看里面也全部都是蜘蛛网，全是衣服。然后这边也是蜘蛛网。证明没有人进去过。他说的进去这个木门的陈述是假的。对啊，我觉得有蜘蛛网就证明没有人进去过了。而且如果进去了，那鞋子肯定会踩下一些印记的。对对，这个肯定是太假了。可儿来拍一下这个尺寸，在旁边站一下，稍微蹲一下，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录个视频吧。用我手机录。好。好，开始。你的头尽量靠近这个柜子一点，对。非常高，高多了，我觉得是钻不进去的。是的。我的。好 ，OK。好了，可以了，辛苦了。我们要不要也去那边看一下？对，把那边快速看完吧。看完。这儿是雨棚。哦，这是什么东西？哦，喷漆，好新啊！拍一下照，什么？那个凳子是发现头套的位置，就是在这儿发现了头套。这红色易拉罐。所以他们就是在这里结束的嘛？结束了以后把头套给摘了，扔在这儿。他们会怎么走呢？直接穿过操场，然后开车走，对吧？周宇、紫薇，咱们就模拟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吧。要不那边也看一下。我记得还有个侧门，我们得找到那个侧门。这儿，侧门。哦，在这儿。所以他是从这个门跑的。你们拍点演示，我感觉这个门很难过。我觉得是过不了的。肯定过得了，你是因为背了包。对。他说他跑出去以后就顺着下坡，出去以后就一直下坡，沿着下坡跑。下坡哪有下坡？就这边往下。这样下坡吗？对。然后跑了5、6分钟。但是会走这个门吗？这个门极难发现，除非他知道动线。他可能就随便跑。你跑的话，你会不会第一时间会选择你进来的那个门？对。不，我觉得他不是往这边跑的，他是往那边跑，他是顺着那个走廊。对，他是沿着教室跑的。走到大门了。哦。因为他如果往这边一跑，歹徒正在那边等，容易被发现。哦，对。那这样我们再看一下，然后你和可儿做一下这个演练。好，可视化了。你可以帮我拍一下整个逃跑。就他其实是从课室3这里出来，挣脱了，然后从这边，他说很难走，确实很难走。然后他走到这里，从这边走过去，跑出去，然后走到校门口，他这边出去，然后他指的下坡就是那一面。正常我觉得应该会往那边跑，因为你往那边跑，其实你完全就脱离了整个学校的视线，对吧？对。因为他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是从那边教室出来的。对。他从这边一路往下走，他会直接经过歹徒在那边等的地方。按理来说应该是往上坡那个方向跑，刚好有个转角，直接就过去了。就我是这么觉得的。走吧。差不多，跟他们汇合一下。我们别超时了。你们怎么样？感觉好像没有很新的线索出现。你没有发现什么吗？我们回去分享一下。对。哎呀，我还是不懂那2个什么浓烈气味液体的喷雾瓶和那个钱币。钱币还是没有，完全没有看到钱币，都不知道是啥意思。蓝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主要是。走吧，我们出去吧。我们完全没有知道那个钱币是什么。好热。
啊！好热。是啊。陈军有发现吗？有，我们可以回去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挺多的。回去推理一下。对。你是不是想吃泰国菜？可以吃点酸酸的。你来选。好，谢谢。你已经讲了好几次你的泰国菜了。今天我们吃顿好的，感觉今晚会很晚。是。主要是要做 PPT。哦，没事，我来设计这个 PPT。好，毕竟我是有过 marketing 相关的经验。赞。你看仲宇只是私底下讲话这样拖长音，他真正干正事儿的时候一点儿不那个。对。睡一下。下午还要想。下午2点，第2组到了。他是什么时候接的的士？他也没说在哪里接，对不对？他说是跑下坡，跑出学校然后下坡。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个的士，借助的士回家。就这个时候会出现的士吗？只是说在这个地点有点偏僻。这不就是那个侧门啊？其实一点也不偏僻，不算那么偏僻，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有很热闹。这个学校旁边是有马路啊。对，所以车还是挺多。不，这边，这是有车。这个是它的侧门吗？然后我们把手套什么戴一下。那这玩意儿戴上之后还能点开手机吗？这车其实挺多的。车是多，但不代表有的士。但车多跟 X 的证言是符合的，对吧？他说会外面有很多车辆的声音，但是 Y 是说很安静。是啊，是啊。你们先往里走吧，大概整个先过一遍。咱不能耽误太长时间。这边会有啥吗？这不对劲。这是 hairspray， 它是染头发的，它是可以装那些 laughing gas。什么意思啊？笑气。什么叫 laughing gas？ 一种会让人笑的那种。那些人吸毒的话，会用这些来装 laughing gas。哦。它有一定的成瘾性。对，也是会对你神经造成伤害的。我觉得这个时间很长了，所以这个可能是长期都是来吸毒的地方，有可能。先往里面走吧，往里走吧。这就是坍塌的教室吗？对，这应该是坍塌的那个。罗老师，记号笔，但已经空了，早就空了。到1号教室了，这是1号教室。我建议先拍个总图，稍等。文翰就这种事情很积极。是的，但是文翰很有可能最后是做可视化的操盘手。是的，还是你对素材的分布要有个把握。这里一直都能听到车的声音。对，确实。他要先看见电视，他这个电视是背对着他的，其实。我是感觉他这个怎么会说有一台复古电视？你从背面看根本就看不出来啊。有道理，他之前就来过。对，我觉得看不出来，而且如果是他进到这儿的话，他完全没有盲区，这2个男的不可能从藏，要么只能从后面藏。哦，所以他的视角有问题，他可能之前对吧踩点的时候，他的视角跟歹徒是一样的。是，他写了是我们想要进去看看，眼角看见2个人影向我们的方向走来。这个拖痕在这儿。X 他听到有东西被拖走了，他猜想是 Y 被拖里。对。
这个拖痕压根不是拖人的痕迹，一个这么窄的拖痕，它能拖的是什么？可能是鞋子吧。鞋子。从这儿从哪儿开始的？这边，从这儿开始。教室1的这个椅子，是指的这一把吗？所以他当时坐着的应该已经被带走了，宜家那把。对啊。他们的打斗应该是发生在哪里？就在这一间屋子呀。真疼。里面是胶带，还有剪刀。拍个照。能拍下闪光的吗？你不觉得这个很吓人吗？哪一个？地上这个人形。但是这个上面明显已经有一层浮灰了。电筒借给我可以。就是这个浮灰跟旁边那个感觉已经很厚了，不是最近形成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很淡。我们看看这个垃圾桶。麦当劳。这上面有这么多蜘蛛。他们好像看的细。好像比较多。好。你可以进去吗？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他出来了以后，他很难，只是他的外套还有衣服没可能那么干净，对不对？对。这里面很脏。我会客观告诉你，这个我肯定是能够钻进去的。但你知道吗？这个柜子他说的有很多问题。对，比如说他说闷着眼睛知道别人要打他嘛。对，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个木柜肯定是进去能听得见外面的声音。Y 他的口供来说，他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的。Y 是说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非常安静，导致他有点害怕。而且他这个门也不可能他撞门，然后撞不开这个门。这个门确实没有锁闭装置，就这破门，它只是合上。我先把这些尺寸先量一下。这是那个吗？这是那个吃的那个吗？那个黄的那个没收走吗？这个是吧？感觉像。哎，我觉得这一组搜证真的仔细很多哎。那个房间很多东西。哪个？隔壁那个有针管。有针管。那个房间。这个拍了是吧？拍了，但是没看到日期。这房间主要是这个针管，后面也有一个针管，不知道是不是针管。所以这个可能长期都是吸毒的地方。我感觉那个药品会不会可能是毒品？我也觉得。这样他们为什么要搞钱？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搞钱？就有可能能说得通了。是不是那个女生也吸毒？因为为了这个所以要骗钱嘛。因为那个男生的那个口供说，其实他之前在 APP 认识他之后，有约过他出来见过面，觉得他挺漂亮，有点凶凶的，然后还给了他1000多块钱，发现那女孩很快就用完了。那这是一个惯犯团伙了，认识一个男孩，然后约他到一个神秘的地方，然后借势一把，索要赎金，支付毒资。对。它这个窗户都是拉不下来的，所以窗户不存在密封可能性嘛？对，他如果从这儿走过去的话，他应该是肯定能看到屋里的人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不能去正向证明我们的委托人没去过现场，应该反向去证明另外一个 theory， 就是那个 Y， 他在现场根本就没有遭受这些事儿。所以我们想证明的一个东西，应该是现场发生过的事情，就明摆着是这个 Y 自己策划的。高是65，再看一下长，长是94。这什么？这是不是吃的果壳？夏威夷果壳，你能捏一下试一下吗？你想我吃掉它？捏一下。啊。真的被你笑了。硬的。里面有什么？恶心的味道什么？我们看一下那个逃跑的路行不行？如果你要走这一边的话，虽然说路有点窄，但也不至于难走了，不至于难走的程度，还是比较坦荡的。但如果他想往这边走的话，这边就很空旷啊。这就是个篮球场。这个侧门，他是侧门走出去的吗？对，他如果从这边过来的话，他就可以直接从这钻出去啊。是可以的，肯定是钻得出去的了。然后这里应该就是下坡，应该就是这儿。那边。如果 Y 从教室3出来后，可能有2条路，一条是这边，他一定会经过教室1，不可能不看到 X， 然后是走这边。怎么还有个后门方向？他们找到另外一个门了。他们能看这么细啊？这也走不过去。那如果那天他逃跑的话，狗应该会叫哎。所以应该不是那个方向。对。然后也有一个路是走侧门。清单上还有别的东西吗？滴答的声音是在第一个教室里。我觉得本身这是一个主观化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样的东西会发出这种滴答的声音？滴答的声音，滴答的声音，有没有可能是劫匪在听歌？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是吗？小白马。他们不应该查一下那天出事的天气情况吗？下雨的，因为照片里面是湿漉漉的。他们有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是有水的，就他们刚刚有一个教室里面是有水的。教室里有水是为什么呢？不是，可能之前有过下雨，房顶有破漏，它有积水，所以那个滴答就是来自于那个积，是不是？是有这种可能。我们现在重点怀疑的是 Y 嘛，是女孩嘛？我们看体检报告，2个人都被殴打，但是女生只有一个轻微的擦伤，对，男生是有淤伤、擦伤，还有背柱、手腕的痕迹和这个钱币状的红印嘛。对，说他小腿跟手臂上有不同位置有数个钱币状红印儿，会不会是被蚊子咬了？钱币状，然后就是被蚊子咬了之后拿钱币来止痒是吗？有钱币的红印儿，有红色印儿，应该是被绑了。钱币状红印儿就是一个圈儿，是中间是古币还是钱？什么能印出来1块钱那个？没有，他意思就是那个钱币大小的这个红印吧。哦，就圆圆的红红。它如果再大一点，我可以称之为是拔火罐。漂亮。拔小火罐，绑匪平时哦，那他犯的罪是你把我灌醉是吧？你把我灌醉，拔罐醉，拔罐。其实基本上已经梳理完了呀。我们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中的一个故事的版本，但其实此时此刻摆在我面前真正难的推理的那个点是在于，朋友们，
现场调查课题组当中，我们现在根据我们已经看到的场景，我们认为获胜的一组会是谁？第一组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个线索哈。第二组进去之后，反而我们知道应该是这个吸毒有可能会作案的一个动机，起码知道了一个信息。全新的方向，支持遗憾。就是他的论据充分，找的证据多，起码线索收集的比较多。对，而且他们能自己形成一个自己一个完整的推断。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接近于，而且他们更细，而且包括刚才跟毒品相关的等等的这些小的细节的发现，包括针管，包括那些撕掉的小角，这是另一组没有发现的。重点还是那个思路吧，因为洛星觉得还是要还原到这个现场本身去重点去论述，因为他们后面还要去做那个呈现的，那呈现的思路的重点的话，这个就很重要。没错，没错。行，现在让我们进入到益达职场自在时刻。如果觉得是遗憾组的，3、2、1，请举手。好，全票。我们全票认为，在这一轮的 PK 当中，遗憾组占有先机。那现在呢？截止到目前为止，陈可儿已经赢得了一个 offer 的名额，当然他还不知道，但我们心中知道。这就意味着其他7名同样优秀的实习生难了。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只剩下一个 offer 的席位。如果我们的灯点不够7盏的话，所以我们加油团的推理更加重要。能不能再追加一个 offer， 要看各位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要请哪位呢？纯叶是不是还没有？纯叶还一直还没有盖章，对不对？我盖过，我就缺点灯。你干嘛？你今天穿的好看，你去吧。你应该多走2圈。那个特效老师把这个铲子劈成红的啊！来，辛苦纯叶，盖4位，盖4位。先遗憾，洛星，启乔，文翰。哎，但是这个刚刚的可儿的，他是永远有一个 offer 在这对对对，他已经进了，对。哦，对，他可以留到最后一期，他是货真价实的 offer。OK， 好。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这一轮是正确，因为如果正确的话，第6个自在值也会被成功点亮。所以，到底是不是遗憾组获得 KPI？ 一起来看。本轮调查取证的关键就在这个房间里。主子们的品味不错呢。猫窝也是豪华别墅，哇，全都是最新款彩妆哦，还是个资深装备控呀。根据当事人一贯精打细算的性格，可以排除报复性消费的可能。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他参与的是天猫双11活动，天猫双11官方正品折到底，百亿红包无限惊喜，换钱好物省到底。答案很明显，没有人能对天猫双11活动不动心，所以我们这次的 offer 稳了。您好，有您的天猫快递。他这次的 offer 赚了。开始了，走，快，速度。走路已经开始跑了，带风。好，我先去打印一下，打印出来把它高亮一下，然后还有别的一些点，看看有没有啥要加的。哎，你觉得那个血迹的那个点还要写吗？我就不要写。我留着了，其实就是说他是那个就是绑架嘛，其实只能证明他是绑架。他们的 PPT。Hello， 天哪，我快要急死了。我来看看 people 的中文怎么写，就是大律师 PUPI 学徒。这就写的。Hello， 我现在把细节再调一下。然后你如果想先准备的话，你就按你那个内容来，内容我没改，我就是把格式上我帮你去调了一下。好。Hello， 我正好有几个地方我给你讲讲。来，好，有新发现。要盯一下吗？可以。师傅好。我们10点30分会吧，在小会议室。好。OK， 早上好。稍后10点半呢，他们就会汇报在这边，所以要麻烦你们
出去一下。哦，好。哦，这个做的哇，这谁做的呀？哦，文翰一出手，可以，那就是有没有啊？来了，谢谢，谢谢。水，谢谢。是。我们过去吧，还有4分钟。到那儿是吧？对，到那个会议室。走吧，不能迟到。好的。走。我觉得我们做的非常的棒，好，我有自信。没问题。谢谢队长。走吧。加油！加油！那我们他说让我们在这儿汇报。OK。加油！加油！你们也是。有点紧张了。加油！紧张，非常紧张。Fighting！ 我们坐这边，就这边一排吧。对。行，那我。他们这儿的东西太多了。给律师们导演的。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有信心，做的已经非常的棒。队长又在夸了。其实线索还是提高沈大律师的期待，抬太高，非常高期待。因为线索其实给我们的并不是特别等我们开始。一会儿剧透完了，全没有剧透，就是咱们这个状态一定要呈现的非常的有自信，我们说的都是最好的。对。我们的助手都放假了，连就要自己。哦，对，今天是周天了，对，可以关注。OK， 好 OK， 谢谢啊。好的，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开始汇报了。那现在开始了。好，那紫薇先开始。没有时间，有一个一个测试。2位大律师好，今天是由我们组进行一个我们的搜证的，以及我们的一些对于李先生的无罪的一些推断的展示。然后下面是由我来进行开篇的第一个部分，看看他的可视化了。首先，我们先会讲一下具体的案情的一个简介。这是我们本案的关系人，主要分为被告、控方证人、犯罪嫌疑人和案件相关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件相关人 Lily 和黎洛，他是一个朋友的关系。然后整个案件的一个比较核心需要记住的点就是，黎洛被牵扯进目前这个案件，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账户来收款。然后这个账户根据我们现在的聊天记录证据显示，是由 Lily 问他借的这个账户。我们的受害人目前是有 X 和 Y， 他们2个相约去了这个废校，之后遭到了绑架，然后被勒索。然后我们有一个表面的法律关系和实质的法律关系的怀疑。首先，表面的法律关系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黎洛被指控了禁锢他人以获得赎金罪，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罪名的指控是有很多疑点的，所以我们也会提出一个实质的法律关系的怀疑。首先，我们认为黎洛他没有参与这个绑架行为，并且在时间证据上面他是存在一个不在场证明的。然后我们认为黎先生他并不存在
就是通过这个借账户来获得这个赃款的意图。所以我们认为李先生是很有可能并没有主观犯罪的这个意图，他可能是被他的李李这个朋友骗了。有道理，有道理。然后，所以最先我们就会展示李洛的一个相关的行动时间线。首先，他在6月26号的时候，李李就以自己没有个人账户的一个理由问他借了他的账户，然后并且说是来继续学业。李洛他是作为一个朋友表达了他为他继续学业的开心，同时首先问了他又借这个账户的用途，然后在李李说不会做什么坏事以后，他又再次叮嘱了你不要拿我的账户去做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认为从这个证据可以基本表示李洛和李李之间是没有一个犯罪共谋的一个联系的。然后在7月3号，我们看到李洛的银行账户进账了2400元。并且黎先生在7月3号收到了2400元以后，他就给 Lily 发了一个嗨嗨，可能他只是想说以此为契机找 Lily 聊一个天，但是也由此发现了 Lily 在7月3号开始就联系不上了。然后到了案发当日7月27号，李洛先生的账户收到了2笔30万，分别来自 X 和 Y 的家属。在这之后，李先生的账户就是分成了8笔，转出了29.9689万。在第二天，他在有可能去实施报案之前，他就已经被拘捕了，警察就已经到他的家里来，当场就对他进行了逮捕。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太多犯罪嫌疑的一个情况。谢谢。下面是陈可儿同学来展示。我主要是想来讲一下，就我们收到的控方那边的证据，在搜证以外的这些内容，我们觉得为黎先生可以进行辩护的一些思路。第一部分的话是他的一个不在场证明，就是我们有了解到他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华兰花园，然后我们去搜了一下，从华兰花园到学校的一个距离时间应该是在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包括我们自己去往现场，实际花的时间会比地图上更多一点，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那我们根据警方的这个闭路电视片段中，其实看到的是10点32分的时候，这个闭路电视中的男士首先不会是 WP1 和 P2， 因为当时2位已经埋伏在教室1中。然后后续根据另外一位警员的口供，其实黎先生的家中搜到了和那天在闭路电视中相符的衣着。所以我们产生了合理的推测，其实黎先生是闭路电视中的这位男士，也就是说黎先生并不是 WP1、WP2 中的任何一个人。这个点其实还蛮好的。第二部分的话是除了他出门当天的这一部分不在场证明以外的一些事实的信息。首先，他去了百家超市、OK 便利店进行了消费。而后他又点了户送，那其实这个是穿插在歹徒进行一个转账的过程中。根据 X 的口供，他感觉到天色渐晚，但当时还有人在走动。我们合理推测，其实当时是歹徒仍旧是在现场的。那如果说当时黎先生正属在接应的位置，他去了现场，和 WP1、P2 正在一起转移赃款的话，他为何会做这个户送以及超市这样子的2笔消费？然后接下去的一个部分是关于他的犯罪意图。首先，他出借这个银行账户的时候，根据控方的证据，其实我们看到他跟 Lily 的聊天记录中是 Lily 主动找到的我们的委托人，并且他其实对于出借账户这件事一开始是觉得很犹豫的，是后续 Lily 的表现让他由于珍惜友情，所以犹豫再三后，还提出了你不要用这个账户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的前提下才出借了这个账户。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和犯罪意图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分的。对，他有这样的对话记录。这个主要是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控方的一些证据，想要提出的一些辩护思路。其实我们主要的方向，包括后续向志远同学的介绍方向，都是在于如何去提出一个替代的嫌疑人。
下面由我来介绍这个受害人 Y 女士她在本案中的一些疑点。根据刚刚前面2位同学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从犯罪学的角度，我们衡量一个犯罪人他是否会犯罪，要看他是不是有犯罪动机，要看他犯罪的收益，再要看他犯罪被发现的可能性。就是3个维度来看，我们看，其实黎先生他的犯罪收益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他的那个30万的账户是立刻被警方查封了的。其次，他犯罪被发现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他是直接接收赎金的账户，并且是用他本人的10名银行账户。这场绑架就更像是 Y 女士伙同2个匪徒演了一场戏，其中他的目的就是获得 X 先生的赎金，或者是 Y 女士从家中骗取赎金。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测呢，其实是基于检方的一些证据和我们现场调查得出的推论，主要是分为4个部分。我们认为，在一个废弃的校舍中约会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而这个提议是 Y 女士提出的，这个地点是 Y 女士定的，这个约会的时间也是 Y 女士定的。我们认为是有人通风报信，提前告知了绑匪这里有人会来约会。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由于地点、时间都是 Y 女士定的，那其实我们会认为 Y 女士在逻辑上是有可能成为绑匪的共谋的。其次，第2点是 Y 女士的伤情鉴定、物证和受害者口供的对比。在受害者陈述中 ，X 先生提到说 ，WP2 捉住 Y， 掌掴了他一巴掌。Y 女士也提到说，一个男人用很大的力气捉住我的手，掴我叫我收声。也就是说，2个人都提到说 Y 女士被扇了一巴掌，但是在 Y 女士伤情鉴定中体现说，脸部没有任何的伤痕。就没有提到。PW2 是一个绑匪，他没有必要对 Y 女士温柔，我们就会认为 PW2 会不会和 Y 女士之间是有共谋，导致他有留手，就不想真的伤害 Y 女士。其次，第2点就是，这边我要听一听你。想问一下，他Y 什么时候去看这个医生的？Y 是当天的，那个出具报告时间是当天晚上的8点半。在赤柱医院。我想问一下，因为扇一巴掌，其实留下的伤痕也可以很快散。对呀。我明白。对呀。我也试过没有留手的打我一巴掌，10分钟就没有了。哦，你看人家演员最知道这个了。那这个就有问题了。这方面有什么说法呢？就是我们会认为，首先扇他一巴掌这个实施的人是一个匪徒，在想要控制住一个人的时候，想要让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他是不会留手的。我们觉得至少应该脸上他会有一些，比如说肿起啊，或者说淤青、淤伤啊，这是应该会体现的。而且他的这个出具报告时间是在当天的8点半，那么我认为这个检测时间可能大致在发生当天的中午的11点、12点。其实没有过去太久的时间，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有一定的痕迹的。这个我们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有去搜关于赤柱医院的这个挂号时间，当天是周6，所以它的挂号时间一般是在12点之前就结束了。我们是觉得它可能挂号时间就是在白天，只是这个报告最后出具的这个时间、打印的时间，并不代表它实际验伤的时间，所以这也进一步的就是可以回答您的问题。OK， 好，行，合理，然后其次第2个陈述部分就是说 ，X 先生在被蒙住双眼之后，他隐约听到像是 Y 声音的痛苦呻吟声，猜是 Y 被脱离了房间。然后 Y 也陈述到，他说我被拖到另外一个教室，他一度拖到我的背非常痛。可以向您展示，就是这是当时走廊的画面，这是我们当时在做一个模拟实验时候发现。这就是 Y 说的很难走的那段走廊。那个距离我们有在实地测量过，其实是不短的距离，大概有10米左右的距离。其实发现有非常多的杂物，然后还有瓷砖。其次，她这个女士外套是当天她穿的衣服，可以看到她除了上面有一些小的白色的粉尘之外，没有任何的磨损，也没有任何的脏污。拖背，刚刚那个走廊怎么可能只是轻微擦伤？对，如果她背真的非常痛的话，你怎么拖都会有伤口啊。在这样的一个地面上拖行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认为是不同寻常的。然后第3个陈述是 Y 女士讲说，她的手和脚都被人绑在椅脚上，但是呢，看到她的这个伤情鉴定来看，
他只有手掌心的位置有轻微的擦伤，手腕和脚腕没有任何擦伤。同样对比本案的 X 先生，他的手腕处有很明显的擦伤，脚腕上有前臂状的伤痕，就都是被同样的匪徒绑，都采用了同样的打劫方式。那为什么一个受害者他的手腕、脚腕有擦伤，而另外一个只有手心的擦伤呢？所以说我们也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被绑匪实际束缚住。第三个就是我们当时现场调查时拍到了一些痕迹，就可以看到这里是有2条不平行的拖动痕迹，那个位置是有2条拖痕的，看到吗？但是它这个拖拽的痕迹是不平行的，对，不平行的2道，像是拖着人的脚，像不像？所以它其实没有被放在凳子上，对，它是直接这样子拖出去的。而且拖动位置也符合他们的口供描述，就是站在电视机前之后，发现有绑匪，然后Y女士被打倒在地拖走。但是这个拖动，我们认为更多像是一个人被提起来，2脚触地时的拖动。所以背上不会有擦伤。并且它拖动的方向是朝教室外，因为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泥水的淤积。刑侦学还是刑侦学啊？就更像是朝这个方向拖动的。像这人，他真的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有提到那个拖痕的方向。这个真的是他的专业，专业，老师辛苦了。第3个疑点，Y女士她当天这是她提供的当天穿的衣物。这个鞋子呢，我发现她的这个鞋身上有这个斑斑污点，但她的鞋底却非常的干净，只有少许的污泥。而当天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环境，我们走了一天，现场勘察了一天，就会发现大家的鞋子上都非常的污泥，所以我们觉得这点也非常反常。其次，无论是外套还是当天他提供的一个内搭的衣服，都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脏污。但反观 X 先生，他的衣服上可以说是斑斑点点，很多摩擦的痕迹。同样对比2个受害者，会觉得 Y 女士的衣服实在太干净了，干净的出奇。其次 ，Y 女士口供中可能存在的虚假陈述，她在陈述中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她说：“我被绑的教室就像是一般的教室，都是正常教室的摆设，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教室中它到底有什么。”这是我们当时拍摄的课室3的一些图片。首先，在教室中有一个化宝炉，化宝炉是香港经常用于祭祀，就是烧纸、烧香的一种炉子。它在教室中出现就本身很不合理，而且杂物中有一些面积很大的、非常显眼醒目的红色的喜庆用品，包括在窗上钉了一些木板，这在教室1、教室2都没有，只有在教室3中才出现。其次，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画有外星人 logo 的一个大柜子。他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寻常教室的物品陈设。刑侦不是白干。就我们认为这些物品非常的醒目，任何一个人走进这个教室都会注意到这是非常不寻常的摆设。但是 Y 女士她却讲说，就是正常教室摆设，就像一般的教室。其实我觉得这点非常奇怪，就好像 Y 女士从来没有进入过课室3一样。就是她压根儿没拖到那儿。虚假陈述2是说 Y 女士有提到她自己被关在一个木柜里面，在教室3的木柜中，她尝试用身体撞木柜，想要打开时被匪徒扬言要打她，就制止了。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木柜，它的柜门已经非常松动了，它这个荷叶已经脱落了。他完全没有必要进去后觉得出不来，对吧？而且这个木门上面都是灰尘，你看里面也全部都是蜘蛛网，全是衣服。然后这边也是蜘蛛网。柜中我们发现有明显的蜘蛛网，然后呢，我们调查的时间是8月3号，这个案发的时间是7月27日，仅仅过了6天。如果说 Y 女士真的曾经进入过这个柜子，那为什么能会在留下这么大面积的蜘蛛网没有被弄破？而且她在衣服上，刚才我们也看到没有任何的蛛丝的痕迹。第3个证据呢，是我们对这个木柜的宽度、高度和长度都进行了测量。可儿，你站到这儿来一下，你觉得你能钻得进去吗？陈可儿同学，她的身高和 Y 女士是一样，1.75米，体重呢，她比 Y 女士略轻一点，也就是说她的身形还要娇小一点。就她蹲在这个柜子旁边，你可以发现，她是明显高于这个柜子的，非常高，高多了，我觉得是钻不进去的。是的。如果她想要进去，她必须是一个非常自愿的状态，以一个很刁钻的角度进入这个柜子，而更多的不可能是被强迫进去。所以说，
综上3点，我们认为他在这个陈述中被关入木柜这一点陈述可能也是虚假陈述。以上是基于物证的一些推测，然后呢，后面是这些疑点，我们更多的是基于逻辑的一些思考。首先，第一，白女士的逃跑路线，这是我们找到的一个这个小学的平面图。白女士她有讲到说，她是沿着教室跑出了校门外，之后一直沿着校门外的斜坡往下跑，是这个方向。这点非常不合逻辑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她如果这样往下跑的话，她会再次经过这个学校。而学校是有绑匪存在的，那任何一个受害人他想逃离犯罪现场，可能选择这个道路是更合理的。逃跑路线有问题，而不是说再次回到案发现场，再有可能被绑匪发现。对，但是右边呢，上坡的话呢，不是完全没有其他东西的吗？不是一个实况场来吗？对，是个实况场，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只要逃离的足够远就 OK 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Y女士她有提到说，她自己是打车回家的，打了出租车回家的。但其实我们当时从勘查开始到结束了1个半小时中，她那个路只有货车经过，甚至私家车都非常非常的少，没有任何一辆出租车经过。所以我们会觉得 Y女士到底她等车等了多久？他能够等到出租车吗？在这样一个偏远的位置，在一个废弃的学校附近。其次，绑架是一个求财的犯罪，是财产类犯罪。那他身上的现金会不会搜刮走？他身上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他打车呢？我们会觉得，所以说 Y 女士她乘坐出租车逃离的方式是否可行，也是一个不可以手机网页吗？我们甚至觉得，绑匪如果将他已经绑在那个椅子上了，其实不会在他身上留手机。手机确实不会留，是的，钱也不会留。我还想补充一个点，就是靠近学校的那一侧，其实根据图片显示也能看出来，那是一个车道下坡的一个位置。它指的下坡就是那一面，你跑下坡其实一直在学校路径里，所以这个逃跑轨是超级不现实。所以我们其实合理的怀疑他是有车接应他，他的记忆其实是坐在车里的记忆。然后他去叙述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坐在的士里走的。但其实究竟这个车是不是的士，是我们怀疑的一个点。OK， 好的。有点想赞赏，但是我憋住了，憋住了，不让你们骄傲。好，对，然后就是我们以上的全部汇报，谢谢2位大律师的时间。好，谢谢，谢谢。好 ，OK， 谢谢。他们还是很满意自己的这个搜索的。谢谢2位大律师。 OK， 谢谢，辛苦了，辛苦，拜拜。哇，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就是他们想到的那些有一些不是你们本身设定的那些疑点，但是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疑点。老师们惊讶了，他们这个情况看来要赢了，很有机会大胜，哇，是吗？有机会吧？就要看看下一组怎么样。他们非常厉害。我觉得洛西没问题。他们后发有优势，他们只要讲出前面还没有讲到的东西。对，在那个期待值上就不一样印象。待会儿汇报，你看起来状态不错啊。还是有点紧张的。看不出来诶，你是不是有什么妙招？来吃个瓜试试。好啊，谢谢。1秒就能神清气爽，这个口味我特别喜欢。怎么样？汇报前嚼一答，然后深呼吸，感觉是不是好多了？嚼你的一答，果然自在。是吧？待会儿加油哦。你也是。这一句我觉得需要改34，像第16个那个反驳能改成存在疑问的点。经常有大货车经过，且偶尔有犬吠。OK， 还有吧 ？OK。洛心，如果他们问问题的话，是不是哪一部分的那个部分人可以先答，但是如果别的人有想到或者补充，我们就随机应变就行。我觉得是的。
没事，问题不大。哎，我觉得我们做的可以。他们好像结束了，是不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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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了吗？走吧。轮到我们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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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铁子们。走啦。关大律师好，这是我们的整理的人物关系图跟案发现场的学校的这个情况的图。对，我们一会儿也会有一定的演示。这个是陈大律师的。哎，有人物关系图。那我们可以开始吗？可以。哇，这 PPT 你看不一样吧？对，氛围感一下拉满了。首先，我们的这一部分，我们想驳斥的控方的一个证据的点，就是它的时间线的一个合理性。我们认为黎洛是具有一个不在场证明的。我们查了一下黎洛的家，然后距离这个学校的距离。它一般情况下不堵车也需要40到50分钟。那么根据 X 和 Y 的证言的一个交叉的印证，他们大概应该是在11点左右遇上这个绑匪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闭路电视拍下的人就是黎洛的话，那他到达学校的时间应该是在11点25时左右，没有办法在他们之前赶到这个学校。非常的清晰结构。然后就是第二个驳斥的控方的点，就是我们认为被告是没有动机。我们从莉莉和她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她首先在26号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账户的一个实际控制，她已经把账号密码给了莉莉，并且她一直在对莉莉担忧，说你不要用这个账户做一些 dangerous 违法的事情。一样，这些都是一样。目前打平哈。然后第三个我们想驳斥的就是现场物品的一个关联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在我们的被告房间里面搜出来了很多这些东西，那可能会认为牛肉刀呀，或者是这个麻绳呀，还有包括这个风衣什么的。但是它也同时也存在很多合理性，都是家里非常常见的东西，塑料胶带呀、吸管呀，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关联性控方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证明。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出在黎洛先生家发现的物品存在一个栽赃嫁祸的可能，但是这一部分也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才能去证明。为什么有这个推论呢？就是第一个。首先，第一点就是在他家发现的这个物品，现在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说在他家发现的物品就是跟案发现场的物品是同一份物品。对。那如果说是同一份物品的情况下，我们为我们的委托人黎先生想的一个理由，也可能是说，既然说他愿意把账户借给莉莉，说明他跟莉莉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近的。在很近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他会把自己的家门钥匙给到莉莉？那莉莉很有可能也能7月27号做完案之后，再把东西再放到黎洛先生家里，再加上在户给他，这是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的。这是另外的一个路径。OK。好的。然后第4个部分驳斥的就是证人证词的可信度。第一个点就是说 Y 的一个预谋的一个问题。首先是在 Y 的证言段2，他说之前是别人在网站上分享去探险，然后他希望和 X 一起玩，然后 X 的证言段3也印证了这是 Y 提出的这个主意。那么2个人的约定应当是只有2个人知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碰巧在这儿蹲点的几率是非常小的。那么我们认为 X 和 Y 的来这儿去约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应当是被第3人知道的，并且 Y 很可能之前就来过这里。合理。然后最核心的部分就是 Y 形容的他自己被绑架的一个遭遇。那这一点呢，我们想从几个方面去反对一下。第一个就是在控方证据15、16，如果他是从 Y 把这个 Y 拖到3的话，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拖拽痕迹的，这个痕迹就消失在了教室1的门口。这个图可以看到。然后第2个小部分就是 Y 的一个伤情报告图，它背部是一个轻微的擦伤。那如果是这么长距离并且是很剧烈的情况下的一个拖拽，那它的背部不应该是一个轻微的擦伤，可能就是根本就没有拖拽 Y， 而是用别的物去代替的。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会说明 Y 和 WP1、WP2 是有关系的，因为作为一个绑匪，你不可能把他拖到教室门口就停下来，突然让他自己走，或者是就根本没有拖拽他，却要掩饰出来
像拖拽一样的声音。第3个点就是Y声称自己被放到了教室3之后就被关在了这个木柜里面。那么首先呢，这个木柜存在很多疑点。首先是关于它的尺寸的一个问题。根据现场的勘查呢，它的长大概是0.97到0.98米，宽是0.48米，高是0.65米。而 Y 的身高175厘米，体重60千克，就是很难被关进木柜的。然而，关于木柜的话，我们现场打开这个木柜的时候，里面是有很多虫子，就一下子爬出来，很显然是这个木柜很久没有被人打开过的一个情况。然后第2个小点就是在于他声称他自己尝试用身体去撞木柜，但是发现这个木柜的这一侧的这个门，它本身就是坏掉的，而且这个坏掉的痕迹不是一个新坏掉的新的破坏痕迹。所以说它并不需要一个额外的冲撞就能打开，甚至我们可以说绑匪把一个人锁在里面根本起不到限制他行动能力的作用，因为这个门本来就是坏的。这个他们都注意到了。两组找到那么多的证据，都是非常有用的证据，然后整个分析都是非常详细、非常到位的一些分析，然后第2个部分想说他的预谋的一个点，这个我会邀请王文翰来跟我一起演示一下。一起演示。诉讼可视化来了。就是在Y的证言段3，他说到走进的第1个空教室，也就是教室1，他看到了一个复古的电视机，就叫 X 来看，然后眼角看到角落有2个人影。这个照片就是从他们唯一能进到这个教室的那个正门拍的，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电视机，然后我是 Y， 然后他是 X。我们现在站在这个门的位置，他现在进来。所以第1种情况就是，首先他是只能从正门进的。如果我没有向里进，我站在这个位置，我就说，哎，这是一台复古电视机。根据我们4个人的观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那个电视机首先有个绿色的遮挡，其次是它是离门口也有一定距离的，你没有办法立马识别出那是一台复古的电视机，所以他就一定是提前知道里面有什么的，那他就来过。知道是电视哈，对。如果他是进去，我刚进到这个门里面，走近一点，他才能看到这是一个复古的电视机的情况下，在我们所有人进去的时候，你的视角就教室1而言是一览无余的，就是不可能不发现这边蹲着人，或者是在另外的3个角落里面蹲了人。漂亮。那第2种情况下，就是我们2个一起，他可能跟我差不多。就是前后脚，他进到这个教室里面，然后那2个人是在室外埋伏的，冲进来的话，他一定眼是看到了这个复古的电视机，那这个身侧的角度就决定了 Y 是面对着门口的。Y 面对着门口的情况下，他不可能不提醒 X 说门有2个奇怪的人过来了，并且在他证言里面他说的是他的眼角就是余光看向角落里面有2个人影，这就又不符了。所以说 Y 很可能存在于 WP1 和 WP2 的合谋。哇，厉害呀！怎么会这么棒啊？没想到他们还可以从一些新的角度进行推测，这个令我蛮惊喜的。然后第2个部分，他的行为上的可疑性，就是他声称自己被绑架之后，声称不久就被布蒙住了眼睛。那么首先第1点就是关于布条，教室1的黑色布条，也就是绑 X 的布条是有明显的褶皱的，但是教室3中的布条我们可以看到是毫无褶皱的一个布条，那么就表明教室3中的黑色布条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用。然后 Y 声称绑匪扬手要打他，然而根据 Y 的说法，他此刻已经戴上了眼罩，他怎么得知绑匪要扬手打他呢？就扬手这个动作也不会产生非常大的声音。严谨。然后下一个他的行为有问题的点就是，他声称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把他从柜子里面拉出来，安到了一张椅子上，之后呢，有人把 Y 的双脚绑在了椅子上。那么首先在 X 的医疗报告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写明了 X 的2手手腕及2脚脚腕位置有红色痕，但是 Y 的医疗报告上并没有该痕迹，说明他很可能没有真正的被捆绑。此外，我们在教室3当中看到警方搜集的这个绳索的样态，就是在 X 的里面，绳索是被警方剪断的，那个结可能当时很紧急或者很难打开，但在 Y 的这个绳索当中，它是一个没有彻底被拆开的状态，这点就非常的奇怪。哎
太细了，这太细致了。然后就是Y的下一个行为，说他声称自己打完电话之后，绑匪就走开了。他对周边的环境的形容是那里很静，什么声音都没有，令我非常的慌张。他还说他探头到教室外四处张望，没有见到任何人，没有听过任何声音。那么我们根据现场的勘查呢，其实全程基本上时常就能听到外面马路上的一个大货车经过的声音，并且在雨棚这个位置走出去，还有一户人家，他们家有一条狗，那个狗你只要经过，或者说就是有人路过，它就会一直叫，它肯定是会有犬吠声的，不会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这个更详细。这个试一下是对的，对，就我要亲自试一下。然后最后就是 Y 声称，他说他逃到学校门口后，沿着门外的斜坡一直往下跑，直到见到了一架的士。那么我们根据现场勘查了，最后我们再去实地跑了一下几个逃跑的路径。首先是学校外呢，基本上都是货车，我们是没有看到的士经过的，并且用手机软件去打那个的士也是没有接单的，就是很难遇到。很完整，这个棒。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刚才展示了这么多控方的一个疑问，我们结合自己的证据，结合我们的一些推论，对案件来进行一个完整的，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描述。首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案件整体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觉得黎先生他其实就是被错误的指控参加了一起绑架案，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对证据还有证人的分析，很有可能是 Lily 自导自演了这一场绑架案。就其实过程中，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赎金。我们觉得说他的这个人物关系图其实是这样子的。你看他们还有人物关系图，就是 Lily， 他跟这个 Y 呢，他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啊。那 Lily 他去向黎先生借了这个账号，然后去接收这个赎金，然后黎先生他其实就是把账号给了他们，并没有参与后面的所有的这些行动。然后这个 WP 和 WP2呢，我们认为他其实跟这个 Y 之间是一个同伴的关系，他们可能是事前已经商量好了。那这个 X， 我们的观点，这个 X 他其实是属于一个无辜的状态，因为他其实证词和现场的证据没有明显的冲突，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 X 是被这个 Y 拉入水，然后进入了这场绑架案。太厉害了。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这个在25号，其实他在这个账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 PayMe 里面有买一个麦当劳。他们发现了，我连这个都能发现。然后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在那个教室3的垃圾桶里发现了这个麦当劳的一个吃剩余的痕迹。所以我们的推论是，可能他们当时就已经提前去踩点了，去这个废弃学校去看了，然后在当时呢买了这个麦当劳，然后吃完之后丢到了这个教室3的垃圾桶里面。然后就是关于这个蚊虫，因为 X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里面写了，手臂和小腿不同位置上有数个钱币状的红印。然后我们去现场当时就是，如果没有涂那个蚊虫，就发现就是钱币状的红印。What？ 啊，原来是蚊虫叮咬哦，所以刺激性的那个液体是驱蚊的哦。我们根据这个来推断，它的这个钱币状的红印可能就是蚊虫的叮咬。那它为什么会就是出现这个蚊虫的叮咬？因为它被绑在那里，它不能动。那可能它也不可能看到这个蚊子咬它，或者是驱蚊之类的，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这种红印。谁是受害人来的？我。OK。好几个，我手上有一个特别大的，都有。所有人都是 OK。这个蚊子是有多毒啊？钱币大的。然后这个 Y 身上，它的这一片都是空的，就是 Y 的检测报告是没有这一块的，所以他身上没有这种任何的红印。这只能说明有2种情况，一个就是 Y 在现场的时间非常短，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可能没有被绑。那没有被绑的话，他有可能自行去涂了这个驱蚊液，因为我们在现场发现了有非常多的那个驱蚊液的一个残余的东西。有找到啥吗？这儿看不太清楚那个瓶底上的字，好像是蚊子那个。哦，找到了驱蚊液，这个也是纱窗。哦，这帮人简直太厉害了，侦探，这是侦探，全被他们猜对了。然后他在这个就是几个小时之后 ，X 的描述是天色变暗了。滴答声来了，滴答声来了，看看是什么。在天色变暗的时候，听到了脚步声，
然后我们是想试图复原一下这个脚步声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然后因为他提到了说他听到了一些反复的滴答声音，然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下当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发现在这个傍晚的6点和7点的时候有一个降雨。厉害啦，下雨。然后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又发现这个教室它这一片都是漏水的。这水是哪里来的呢？感觉像是潮湿的。哎，我有一种猜想，罗老师，我感觉是不是当时有雨，所以从上面往下滴，滴在这个水塘上，不就是滴滴答答的声音吗？哦，你看，就这一片，所以地上有水是吗？对，地上有水。那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个6点到7点的时候有这个降雨，所以就导致他听到这个漏雨的声音，在这里有一个滴答的声音。漏雨就是。所以我们推测可能是大约7点钟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个脚步声路过。完美。你们刚才查这个降雨是怎么样查出来的？政府天文台提供的一个。对，就是屯门那个天文台。OK， 好的。哦，这个就这一个就行了。其实天文台这个是 impressive。嗯，对，不好找啊，这个 point。我是希望他们找到。我们试试的时间，他们就是做到了，非常好。是设置的挖出来的。那可能7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走掉了，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说这个走掉的人是不是 Y， 还是说其他的绑匪。那我们的推断是觉得说 Y 他可能不是7点才走，他其实有可能更早就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的口供里面说这个走廊非常的难走，但是我们其实实际上走了一下，它就是一个非常笔直的路，没有那么难走的。如果他真的要走这条的话，他必然会经过教室1，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窗户它都是这种开着的，就他肯定会引起这个 X 的一个注意，所以我们认为他其实不会去选择走这个走廊。那他会不会走那个雨棚呢？如果你从雨棚出去的话，那个雨棚外面就是一户人家，他们养了条狗，所以你只要经过那里，就必然会引起那个狗的叫声之类的。所以他如果走雨棚的话，也是会引起这个犬吠。那我们觉得他最有可能的路径就是走的篮球场，就是他通过这个出了教室3之后，直接通过篮球场一个非常大的空地，然后直接就出去了。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也不会让 X 听到他的脚步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说 X 在7点听到的这个脚步声就不一定是 Y 的，有可能是剩下2个绑匪的。那 Y 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现场。就我们觉得 Y 他完全就是自导自演了这次绑架的事件。再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认为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要花这么多钱，这个确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推测。但是我们觉得，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帮李先生洗清这个嫌疑。一个是当时我们在里面走进去有一个非常大的针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于一个针管的一个图片。真的来了，动机的分析。教室3旁边的那个小房间里面有2个针管的那个遗留。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发现现场有很多的喷雾，就是可能会被用来吸毒，就是吸那种笑气之类的那种。所以我们其实是认为它有可能这个场景就是一个吸毒的场景。这个真的细。那么他们可能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据点，在里面非法的吸毒活动。再一个是X 对于 Y 的描述是说他花钱很快。然后包括那个 WhatsApp 的聊天记录，黎先生对他的形容是 She have changed a lot since she met her boyfriend。那么她很有可能确实就是在认识了她的男朋友之后，就开始了一个这样的吸毒的一个活动，然后进行了一些这种非法的行为，所以也导致她花钱很快。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黎先生他是自己去实行这个绑架案的话，我为什么要使用一张我已经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了别人的这样的一张银行卡作为收款卡呢？除非他就是共谋，除非他跟 Y 是共谋，但是这里又说不通一点，就是如果他跟 Y 是共谋 ，Y 为什么要全程去嫁祸这个黎先生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提前商量好？比如说黎先生走出这个房门，不要穿黑色的长衣、黑色的长裤，引起这么大的怀疑。他们完全可以事先商量好，说黎先生穿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衣服，那他就可以走出去，就不会被警方去怀疑，甚至去制造一个不在场的证明。所以他跟他是共谋，这点根本就说不通的。哇，这个线索更多呢。嗯，它更全面。他们的完成度真的很高。好 ，OK。嗯，好的，谢谢。好，谢谢2位大律师。谢谢。
辛苦了。没事，完成性挺好的 ，nice。我觉得等他们走出去之后，关律会跳起来鼓掌。Hello， 你们回来了。我们在研究一会儿吃什么？吃什么？快！我们在研究。我其实想研究一下中午有没有可能睡觉。哦，我也好想睡觉。我看看你们的 PPT。我先打印。哇，这个设计，原以为我们的 PPT 已经上属精工雕琢，笑死。他们每一页有4张，然后跟我们的厚度是一样的。你们做了多少 PPT 呀？妈呀！哇，怪不得他改到这个格式改那么久。我觉得你们这个分析分的这几个板块就很清楚。是的。他这个 PPT 做的是真的有2把刷子的，不是我说。文翰上大分，主要我觉得王文翰做 PPT 确实有一手，是不是？确实有一手，他做的很真的很厉害，跟我们这种普通 PPT 学者不是一个 level。你应该最后结尾的给大家开一个 PPT 教学。真的，我觉得我很需要，希望你以后先发一个这样的视频，让我们去学习一下。主要还是展示嘛，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嘛，对啊。但是你们的内容也很多啊，就是我们内容也没有那么多。OK， 请等一下，我稍后就发邮件。好，谢谢大家律师。 Oh my god。我感觉这个里面，只要大家比如说主线都认为 Y 有问题，其实都不对，都会有 KPI。刚发了。啊，没收到，垃圾邮箱也没有。我也没收到。我收到了。来了，大胜吗？我觉得洛星没问题。第一组有逃跑的方向，然后他在这个不在场的真空方面呢更多，但是第二组呢现场讲的比较多，推论很多，也观察到一些第一组没有观察到的东西。如果只看 presentation 的话，我觉得第一组是比较好的。对，但是内容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第二组比较好，因为第二组整个分析是详细的。其实真的各有各的好。哇，所以这个 KPI 真的很难安排。不会最后打平了吧？平了。小郑吧，小郑。恭喜！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恭喜！我终于到一半了。我也还差5个。差5个。跟卢老师合作愉快。愉快。在表达方面呢，第一组就明显比较好的，我觉得。但是呢，始终我们这个课题是现场调查，对，然后是推论，始终是现场调查，然后你做的分是为主的。这个表达 presentation 呢，只是占20%。证据的分析，两组的表现是非常接近，但是第二组找到的有用的证据是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第二组小胜吧。小胜，我同意。OK， 好，那就这样了。好了 ，OK。哦，可儿110，洛星100，紧随其后。洛星100，恭喜！恭喜！你知道我跟他合作3次，我们终于赢了1次。3大不能再输了。他们的组合叫起起落落组合。我不是一个擅长在没有自信的基础上自信的人，
但我觉得你做很好啊。就不够好。内耗。没事，下一个课题，再赢一次，洛星可以的。可以。快打100%。我们要拒绝 emo。好。必须赢。我们先交上去再说。好厉害！我觉得我们3大不可能输了吧？你能不能不要每次一开始就说这些话？为什么在说不能输了哦？那你也别说。我觉得没可能，我一定会。你以后从今天开始不许提输和赢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大赢。不许提。中文好难啊！那中国人去英国也会说英文好难。但是我是中国人呀。但是你主要在英国长大呀。哇，他们真的，这个姐弟组合，他们老搭档了嘛？对。Marco， 你要跟洛星学习一下他的沉稳，洛星也要学习一下 Marco 的这种开朗，所以你们互相学习，互相进步，一定没问题的。针管，后面也有一个针管。上面写的什么 ？Expiring date。如果你要走这一边的话，虽然说路有点窄，但也不至于难走了。洛星100，可能要一直搭了。Marco 是不是心理压力很大 ？Marco， 我们终于赢了一次。下一课题换你给我50 KPI。哎呀，哦，这一组有点可惜。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猜到了会是这个分数。但这个就说明其实没有啥很实质的差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些就是你看到了就看到了，你是没看到就还是有运气的成分的。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我们的确实我们有做的很不足，做的没有那么好。对，我们有很不足的地方，我觉得。但是我说实话，看完他们的 PPT 以后，我觉得他们解答了所有我们没有解答的点。这是一个禁忌，是此消彼长，他们越长，我们就是越差。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的点确实有很多，昨天回去的路上，我们觉得没有合理化的点，其实他们都合理化了。我可能无缘100分了。还有下一个课题，下一个课题得看它有多少 KPI， 咱俩得继续合作啊！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别整同个，你是不是？你玩吗？你这套你不玩吧？肯定不玩。不玩我们一起做，没事的，一起做。那我们先和师傅聊一下。好呀。Hello， 师傅。OK。Hello， 师傅。OK， 那先关门吧。那首先你们非常厉害，但是为什么小心呢？我肯定要解释一下。presentation 方面呢，肯定是你们做的比较好的，可以认为比较流畅很多。但是在现场呢，其实有些东西呢，他们找得到，你们没有找到的。譬如哪些绳子是没有完全被解开掉的啊，关键证据。Y 哪个房间哪个绳呢？就是也没有剪断，整理得很好的。OK， 在 Y 哪个教室的布条呢是干净的，没有皱的 ，X 的是有皱的。X 说听到有滴滴答答的声音呢，当时7月27号是有下雨的。这个要从天文台的记录查出来。我们昨天晚上有尝试去查，然后但是觉得，就我们不知道把这个放进来要表达要表达啥，跟黎先生脱罪有什么？对哦，对，这个是加强 X 的可信性。哦，有道理。哦，然后呢，分析证据方面呢，他们很多点呢都是有分析，假如是 A 又怎么样。B 又怎么样？推论各种可能性，就比如没有温咬这一点的，他们分析得很细的。A 可以就是说他很早就离开现场，所以呢都没有什么打去回家拿钱啊这些东西出现。对。但是假如他不是很早离开现场呢，为什么没有温咬呢？他们就看了很多
驱蚊液，它可能是涂了这些东西。啊，为什么绑匪没可能替他涂？所以他可能就是一伙。哦，所以他们2方面都要查。一个在深挖一下，天哪，真的没有深度。蚊虫是难度比较高的。对对，蚊虫我们是真的完全没想到那个钱币状会是蚊虫。但是他们就推断出来。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说实话。我们这个课题是现场调查，然后是推论，这2个是最重要的。好多我们没想到的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做得非常好。虽然你们是小胜，但是你们我们小败，小败，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吧？对，我觉得完全理解。我们现在都是很开心，学到了很多新的想法。OK， 你们就准备最后一个课题了。好的，好好准备。好，谢谢师傅。好，客气，拜拜。OK， 拜拜。谢谢。沈大律师替我们把上次团建的照片打出来了。哇！对，然后你们女生的照片，怕你们不想贴，就先放，你们可以自己贴。什么？男生的为什么没有人征求一下意见？直接上了，兄弟。哇，拍的真好。这张闭眼了，还可以。哎，这张还给你们拍的很有氛围感，我觉得都很帅。哇哦，还好没有我的冲浪照片。有啊，沈大律师说是你唯一站起来的证据。沈大律师好好呀，帮我们都打印出来了，大家就贴在这里。小黄人可也帅了，好可爱。Oh my god， 他真的好用心啊，怎么那么好？哎，这种记录真好。哦，这个背影，哇哦，帅。这个好看，就很纯真啊，每一个人。真好，真好，谢谢沈大律师。不客气，谢谢沈大律师。这也太好了。沈的律还是有顽皮的一面，可以。一晃眼第7个课题，8个课题了。最后一个课题了。最后一个课题了。是的，不知道我们3兄弟还能不能再聚首？是啊，一切都是缘分。文翰现在 KPI 多少？你大声的告诉我们。文翰的 KPI 是70 KPI， 掌声！不愧是我们文翰，全业一直最看好的男子，超逆风翻盘的。他从零很久啊，零了4、5期都还。他第5次才突破的。文翰太快了，后面到了文翰的舒适区了，而且他的 PPT 王子的这个称号已经立住了。对。然后洛星是不是感觉也有很大的变化？有，洛星感觉也松弛开来，中间一度他有点紧绷，但是跟 Marco 在一起3-8的时候，反败为胜。启乔是洛星的小王子，因为他们俩合作就是想争口气嘛，然后一定要赢一次啊，女王和王子的那个范儿。对，这种感觉。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说，他们连续3次在课题当中都是搭档。而且那种搭档、那种选择是毫无理由的支持，就无来由的选。启乔完全是无理由的支持他姐姐，是不是？无理由支持他姐姐，真的，就你在哪一队，我在哪一队，你只要在我肯定在你身边，然后来支持你。就各位身边有没有那种无理由支持和认可自己的人？那肯定多了。所有的无理由都是有理由的呀。哦，这么理性。就像我入行跟我经纪人，我们在一起有20年左右的时光了。我刚入行做艺人，他刚毕业，然后就带我。其实我们2个是不知道这个行业应该怎么样做，去互相支撑着走的。他讲过一个细节是我完全忘了的，是有一次我们录节目很晚，然后他那个时候还只是实习的阶段，我就给了他100块钱打车。我说已经12点了，公司也不会报销。我说你拿钱去，但是要知道我那天录的那个节目，其实我还欠公司200块钱，因为那时候按分成比例和扣除成本，我的劳务扣掉，其实我还欠公司钱。但这种前提下，我还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是拿了钱，就说你们打车去。他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懂得回报和感恩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无条件的信任，其实
你以为你没做什么，他看在眼里，而我觉得他为我做的一切，我也看在眼里，都是有理由的呀。是，但是你不觉得无理由这件事很浪漫吗？大老师对跟经纪人肯定也是无理由认可的关系，必须得是啊。但是因为他是我太太嘛，我不认可，咱们还回得了家吗？蛙哥呢？我有一个很浪漫的，他不只是一个人啊，他还是一种感受，他是很多人。很多人，对他们就是很多年。影迷嘛，对，是不是？就是支持你的，绝对的。而且他们是那种超过很长的时间，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是会拿着他们的信，在你可能就是有空档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自己对自己没信心的时候，就会阅读一下。这都是相对那个能量就充电了，才开始等就来电源那个。对，就是你会觉得这些是无条件的付出，我就觉得那一定要找一个我们相对对等的一个方式，变成一个演唱会。然后我跟他们的那个感觉像是一个约会，就是我为了这个约会，我去准备一套很好的表演。然后他们就会，然后很好的状态，穿很好的衣服来到那个现场，然后我们一起有点像是双福奔向的一个约会。大家在这个演唱会以后，大家都获得很多满，就充满能量，就回到自己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挺浪漫，很浪漫，对不对？然后是因为有一次在演唱会上面，我说我们这个太有意义了，我们要做到70岁。我就很无意的说，里面有一个奶奶就很认真就把这个听进去，她就站起来说啊，我很开心你愿意把这个活动能办到70岁，但是我可能没办法等到那一天，因为我可能没办法活到100岁。那到时候可能100岁，我觉得哇。太感人了，然后他说，但是他还是很高兴的，他可以看着这些记录，或者是你做过的事情，这些所有的影像，一直陪着他到70岁的。哦，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挺美。就是歌手演员呀，一直感觉就是影迷歌迷陪着你这一路，然后感觉你的歌在疗愈他们，其实。你能往下走，是他们在支持着你，你还感觉能一直这么坚定的走下去，挺好的。小何同学，第一印象还是我妈啦。当时就是报名参加 offer 嘛，就是因为跟我原本的这个规划其实不太一样啊，稍微有一点点好像你在偏离了那个轨道，所以呢，当时我觉得就是应该跟父母讲，但是呢，我还是优先选择了跟我妈讲。然后我妈就说，我知道了，你去参加，但你先别跟你爸讲。哦，对。然后后来我爸看节目播出效果好，他就说，我当时就非常支持他。马后炮，对，可以。提到妈妈，我想起来 Mandy， 我之前好像看到，是不是您当年离开过 TVB 的时候有纠结过一段时间？当时也是妈妈支持了。对，因为我出道都在同一个公司嘛，就好像在一个温室长大的。然后在 TVB 里面，最大的目的就是拿到那个最佳女主角，但是我一个晚上拿了2个，那你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之后我就完全没有目标了。我天，这凡尔赛的，哇塞！没有，是很幸运，所以我就可能想出去闯一闯，但是也想了2年，也不是马上的。后来我妈看到我很纠结，然后她说：“你想什么？想那么久。”我说：“我害怕。”说：“害怕什么？那么年轻，那就出去闯一闯啊，看一下世界有多大，你就当去玩呗。”因为毕竟我要照顾她的嘛。但是我心里面就想如果我以后赚不到钱，那我怎么照顾他呢？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考虑。然后他这么，既然说那么爽快，我心里面说你说的。那最后也非常感谢他的支持。家人无条件支持的，是的。
人生有很多选择，就是你特别想但又特别不敢的那一刻，有人推一把，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完全不一样。好啊，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得到认可的瞬间之后，我觉得最应该把掌声给到我们加油团的7位，因为我们永远无条件认可彼此。是的，就这么优秀。恭喜加油团这次又推理成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益达职场自在时刻，点亮本季的第6个自在值，纯叶。来，天哪，这个盛装出席就等这一刻，真的。3、2、1，还差1展嘛，对不对？差一展了，感谢纯叶，我们太棒了。还有1个课题，大概有2次猜的机会。对。那么这一期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8位实习生，他们的表现顺利地完成了2个课题的考核。要恭喜洛星，成功突破100 KPI， 成为我们第2个成功突破100 KPI 的朋友，还是非常优秀了。纵观3个案件本身其实它有内在的含义，比如说遗产纠纷，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对现实的考量，对亲情的漠视，但如果我们稍微往后探一步，我们看到多胎家庭的爱的平衡的问题。那后面我们也感受到了跨境金融案，我们看到了杀猪盘这些高额返现的诱惑，我们学到一句最简单但是又最亘古不变的话，就免费的东西永远最贵。还有最后一个案件，我们进入到了绑架案。这个案件，真正的违法者一定会面临着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刑事责任的惩处。所以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各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千万不要因为有自己小小的资金需求，就是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好了，那下一期开始，我们会迎来本次实习的最后一个课题，实习生也会迎来突破100 KPI 的最终机会。可儿手握1个 offer， 剩下所有突破了100 KPI 的实习生们会争取第2个 offer。我们也会尽全力在最后2次的自在值的点亮过程当中，尽量做到100%的胜率，拼一下。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所有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到最好。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更多的实习生有进入到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个优秀大律师的机会，让我们全力以赴，好不好？好嘞，所有的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期最后一个课题，不见不散。佼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拜拜。安律师您好，我是王文翰。听说你有一个昵称叫自在不焦虑，已经有人 KPI 到100了，所以我有些焦虑，想请问你有一些小妙招吗？文翰你好，不焦虑不敢当，但确实有一些能让你自在的小窍门跟你分享。特别理解你们想赢 offer 这种心情。看看今年的奥运会，你就知道奥运会的参赛选手，如果他在比赛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怎么拿奖牌，肯定会影响他的发挥。所以真正要做的是要专注你从事的每一个课题，这样你才能获得平静和智慧。与此同时呢，你要知道你们已经非常优秀了，所以呢，偶尔要放松自己紧绷的心情，比如说钓钓鱼啊，跟朋友们一块打打游戏啊，这样就能够一点点恢复自在的状态。好的，谢谢安律师。别客气。终极课题有2个案件，2个案件的 KPI 各为50%。那这样子其实确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哈。对，因为都有最高要拿50，也可以破100。而且这个 KPI 也太多了，唯一的机会了。我的愿望就是这个课题结束之后你保住第1，然后我冲过100。对，他下30，他是背水一战了。你找的这个案例真太好，而且咱们2个打他们，咱们必须得有自信。我老师还差5分了，可以。要赢，去抢 KPI。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都很替你们的被告人感到担心，但是我知道我的被告是无罪的。我们觉得想不到任何的理由，他可以是无罪。对，那你就得多想想了。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疾风暴雨了吗？万箭齐发。您是每次都陪同着高级技术员一起看他讲解了哪些内容吗？我不陪同。那您为什么如此确信他会讲清楚这些所有的东西呢？我问到了，无话可说。因为您觉得只要是有上级的签名，这份报告出现任何的后果和风险，您都是不需要去承担的，是吗？我问你，现在李峰有没有负责？李峰是不是刚才在坐在这边？我是坐在那边。
攻击性这么强，他感觉快被骂哭了。SVIP 用户每周四、周五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六、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每周一还有不定时加更等你来，周二、周三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99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手緊握這挑戰不懼，更多的感慨不缺道理，無畏懼再去跟看一切，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錯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它？奔跑人群中。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